我们现在在光大汽车总站，我们要坐 CT14，我们就去大三角。好，我们就是要坐这个 CT14。这个车的话，1个小时一班，不投币直接走就是了。坐后面高一点。这个公交车竟然是免费的耶！上来反正往里面走，找位置坐就行了。我们从光大到这个大三角的话，要1个小时。坐了40分钟，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大三角了。现在是9点43分，我们先去巴萨。那么远的路程，然后它基本上是过了海。它在槟城岛上，它是没有站的，它过了桥，到了这边才有几个站，然后就到了，确实很快。这个比坐轮渡、转火车快多了。大三角呢叫 Bukit Mertaja， 那 Bukit 呢其实是山的意思，而 Mertaja 呢是山间的意思。那怎么又会成为大三角呢？这个问题也很疑惑我。所以一看这个花环，我就知道是印度教。我第一次来到大三角，其实给我的感觉也是属于那种很复古的老城，但是跟槟城的感觉又不一样。大三角最著名的地方，博公城，这是玄天庙。但是我们先不逛博公城，我们先去巴萨。好有老城的味道哦。这里感觉就像那个乡镇赶集的那种即视感，还有卖药的，这个是卖什么？有散到腰部啦、什么啦、手脚麻痹啊。哦，打不死哦。打不死啊，自己进的。这个来1个月的，这8月16日了。我进的时候你要知道，我知道了，半年了啊，可以用了。就闪到腰了，就撞到了啊。就自己揉吗？对呀，晚上你不要碰到水了。好像你晚上吃饱看电视腿那里好像那里痛了，那腿了不要碰到水了都。碰到水凉嘛，不能入骨嘛，对呀，很好用的。你放在石头半年不要紧的，你30买去使用，放在凉的地方啦，它不会坏的，越久越好，这样越久越好，那没关系，没有会啦你。过来斜对面就是它巴萨，这个巴萨这个楼啊。好有破碎感，它是经历了什么？我这边车也很多，感觉人也很多。嗨，世界这么大，事儿在牛天下。那现在呢，我们是在马来西亚的大三角 Bukit Mertaja。那今天呢，去逛一逛它早市了。OK， 走。其实以前这个巴萨是在里面的，但是因为它经历了火灾，所以就烧毁了。现在的话，巴萨就在外面的，但是它1楼还有一点是木薯，然后先进来的话是菜巴萨和干货。好，我们先走里面。这个巴萨感觉在里面的话档口不多哎。它就只有基本上集中在中间的这一路，慢点。哎，这里豆芽菜，槟城豆芽菜它就要稍微偏长一点。巴萨大楼的1层的话，它两边其实外围也是有一条小巷子的。那现在它左右两边2个小巷子也是巴萨，也是集市了。哎，你看这个鼠长得好奇怪哦，有棱有角的。这边就是鱼巴萨了，走这边吗？哎，这个地下稍微是有一点点的脏。小鱼、大鱼，哎，他们这里是500克这样买。
500克13，这价不便宜哦。这里也是卖鱼的，卖虾、卖鱼。哦，这个鱼好长哦。哦，这边这个是好东西，这个是好东西，关键是卖的便宜。这个是鱼蛋，鱼干啊，哦，鱼干。哎，魔鬼鱼。这是魔鬼鱼，把它切成一块一块卖。这个魔鬼鱼这一块大哟，好大一块魔鬼鱼。啊，你好。你好。还有这么多。500克就是1斤嘛，对不对？是半公斤。半公斤嘛，嗯。它怎么冰城是600克呀？你怎么可以帮到你啊？为什么冰城是600克，这边是500克呢？不一样，不一样哈。这边感觉是好像档口不是太多哈。对，档口不是。是为什么感觉没有那么多档口嘞？因为这是生意不是很好做。哦，生意不是很好做吗？外面人还要多一些啊。我也觉得外面感觉人气还要多一点。因为这里面比较偏僻。哦，里面还比较偏僻一点。啊。谢谢你哈，大哥。好。哎，这个螃蟹，什么花蟹哈？花蟹你们卖是？大闸蟹对不对？不，兰花蟹。兰花蟹。兰花蟹、梭子蟹，这个是18 1kg 吗？还是1斤？半公斤。啊，也是半公斤。哦，好的，谢谢。好。花虾，是昨天晚上吃了很多这个花虾。卖鱼的比较多一点，卖菜的比较少。哇，这个大鱼好大，这里这么大。你看它切魔鬼鱼，一条一条的，这个才8.5块。那个是什么？它的皮。皮？它上面那块皮。为什么要把皮单独剥下来嘞？因为里面有个呢，我们的刀花呀。拿来干什么嘞？皮拿来干什么？吃啊？没有，这个皮拿来做包。做包啊？做包啊，全包。这个可以做包吗？哇，很硬吗？哇，它怎么那么硬啊？这个皮？啊，这个鱼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一定要洗，我们刀不能割吗？割不下，刀换。哦，这个还可以做包的哟，第一次知道哎。做男生钱包、女生钱包，大片的做女生钱包。那这种你们卖的话是多少？卖给人家来收吗？这个人家来收。那么这个要贵一点，还是这个肉要贵一点？这个肯定贵一点的。皮贵一点还是肉贵一点？要看了，你肉一定肉贵。哦，肉贵。肉贵，还是以前的老价而已。以前一片皮40-50块啊，40-50块一片，现在没有价钱了。啊，疫情过后这个价钱没有游客少了嘛。不喜欢做这个包了。这个皮有很多种啊，这个皮有很多种。我只知道这个肉很好吃。这个好吃。谢谢你，谢谢。好，谢谢。这个蟹17，哇，这边好多人，好多档口，明显感觉外面人要多了，而且很多也是华人在开。你好，你好，哎，这么多虾米哈，这个就是那个肉蟹，但是它比较小一点，这个才3块1斤，好便宜哦。哎呀妈呀，这里面感觉好忙啊。看起来很新鲜呢。海扇，这个。巴萨上面有一个牌子写是爱看，爱看是不是指鱼的意思？因为它旁边画了一个鱼。我说实话，走到这儿，我有一种走到了普渡帕萨的感觉，就真的是好热闹啊，而且很丰富。这些鱼的话，价格也还蛮便宜的，而且到处充斥这种叫喊声、交谈声，哦，太棒了，好有生活的气息哦。3块5、2块51斤。是感觉这边鱼巴萨的话，明显还是马来人比较多一点。你像华人老板的话有，但是不多，比较少，占少数。走吧，我们走一圈。他写的7块，直接喊6块，而且这些马来老板看着我是华人，直接跟我说，本来标7块，6块6块啊，说是华语。小虾，这一家大
果把螃蟹一块儿收哈了。我看了一下，一共是3斤。走啊！哇，多人呢，好挤啊！这个鱼你看人家3块钱，说不定还能杀价。这个是什么？哦，螃蟹钳子。大叔，今天是不是赶集啊？怎么那么多人？啊，今天礼拜天，每天都是这么多人吗？还是礼拜天只有今天哦？礼拜8平时没有的。啊，平时没有这么多人哈。啊，礼拜他们没有做工。哦，我就说好多的人呢，走都走不动了。他们出来买东西。哦，相当于也就是集市、赶场、赶集的意思。是我们在槟城都没看到这么多人。对。这巴沙最大吗？这个巴沙是滨州的。槟城州哈。好，谢谢你哈。这个大哥告诉我们说，这里的话是槟城州最大的巴萨，真的是槟城州最大的巴萨，而且刚好今天是星期六，然后那些外劳啊、劳工全部都出来买菜了，所以今天的话，也就是他们的从情况走赶场，要赶市集了。好多人呐，好多人呐！这边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走旁边呢，哎呀，人太多了。这个魔鬼鱼6块钱一个，还有猫，这个菜档直接猫就跳上去了。你看这个猫，一边卖菜一边，反正猫它自己玩它的。哎呀，所以这边呢就是卖鸡肉的区域。你看那边也是这一片，走一圈。你看这些桶上面都写的是中文，这个应该是我们到了马来西亚之后看到最热闹的一个鱼巴沙了，好久没看到这么热闹的市场了。这些车子都是来下货的。哇，这人太多了，车也多，路也窄，两旁也停了很多下货的车。我们现在去逛一逛菜巴沙两边的小路小巷里面，这稍微有一点滑，因为这边湿巴沙、鱼巴沙地下就全是水，湿漉漉的。主要感觉还是卖鱼的人比较多一点，卖菜的要少一些。卖蔬菜，你看这边辣椒、茄子、白菜，哎，这边竟然是猪肉哎！你看猪肉的区域就在后面的。哦呦，这个明显外面啊比里面要热闹得多。走，我们去看一下猪肉档，肉巴沙走一圈。走一走，看一看。猪脚，对，猪肉感觉就是门庭若不，外面是门庭若市，里面是鸦雀无声。门可罗雀，五花肉，太少了。走吧。这个是大哥的好东西，这个要是你的话，要在家里面是不是一下子全给买完？走吧，感觉他们都要收档了哈。菜心，哇，卖的好贵哦。韭菜、香菜，今天遇到一个叔叔告诉我们，马来西亚因为它是属于热带哦，然后所以它的蔬菜种植的话，其实没有温带的那么好。拿水又来，要什么菜？所以其实马来西亚的菜的话，普遍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偏贵的。小菠萝，
哎，这个就走到头了，走到临街了的。这边就是卖一些蒜头啊、葱啊、葱姜蒜、干货配料。哎，我突然发现这个市场好像卖衣服的这种比较少，主要还是菜巴沙和丝巴沙，还有鸡肉巴沙、猪肉巴沙，不一样哎，真的不一样。一碗菜啊，什么菜？一碗菜一碗菜啊，这不是豌豆尖吗？这个不是，我知道帝王菜了。哦，帝王菜，它这个是帝王菜看起来就，很好吃。我也感觉脆生脆生，我没有办法要啊，我要旅游的，谢谢。谢谢你哈。这里有一个广占酱园杂货啊，这栋楼好老哦，你看这个斑驳的墙壁，都已经感觉熏黑了耶。大三角这个巴沙呀，在这个楼梯上面还有一些彩绘，在这儿，这个老汉挑着蔬菜来卖，下面有个小孩牵着鹅，牵着大鹅一起向前走。好，世界那么大，事儿在牛天下呢。现在呢，我们是在马来西亚的大三角巴萨。那大三角巴萨就看到这里了。我们接着逛大三角吧，记得订阅关注一下哟。好，现在我们走大三角的波公城。啊，这个旁边的话就有美食中心呢。这里是大三角最有名的美食中心，叫大三角博公城美食街。潮州果汁博公城，我们先看一看有什么吃的。这个是慢煎糕麻汁咖啡，这个是锅贴，还有凉惹糕。这个我想吃一个耶，这个多少钱一个呀1块都是1块吗？啊，这个1块，一个1块，这个呢？这个9角，哦， 9角的块。这个来一个，这个来一个，这个来一个。我买了3个那个凉惹糕这样2块8， ，2块8哈。对啊，2块8。好的，好的，好的，可以。这个美食街，我感觉一下子有点回到重庆的感觉，就真的是我们在马来西亚逛的美食街10个当中最有美食街的那种美食街的味道，就很现代啊，上面还有很多网红的牌子啊，然后各个档口就在旁边，然后选择也很多，这还有卖药油的、卖糕的。你好，云吞面、米苔目汤是什么东西？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米苔目是什么嘞？老鼠粉，哦，老鼠粉，粿条汤、老鼠粉都是清汤的，都是汤的那种还是干的？干的也是有汤的，也是有汤的哈。那来一个老鼠粉呢？好，说好，你坐哪里？我现在还没有知道坐哪里。哦，你先呢，等下来，我去找你。哦，好，我坐前面，我坐前面。好，这个油果子看起来还不错，想要一个，买一个这个油果子。这个中间是包的什么呢？豆沙多少钱一个啊？ 4块2。油炸豆沙饼、咖喱饭、糕点。这里有卖芽菜鸡耶，而且它才6块5，试一下呀。哎，你好，我想要一个你们的那个招牌打的6块5的那个鸡。有啊，啊，吃还是带走？吃在的最外面，知道那个桌子号码吗？不知道桌子号码。你要不给我们弄了，我们直接。哎，对，我直接。的话你要端回来哦，那个盘。哦，盘要自己端回来哈。没关系，你去做你去做，因为现在没什么人。好好好，我先把钱付给你吧，我坐最外面。好，支付宝吧。6块半。好。你看你吃什么？哦，煎蛋。我们点了一桌子的菜，那这个呢是果汁果实，那这个是老鼠粉，然后点了一个芽菜鸡，然后拿了3个我爱吃的凉惹糕，还有一个炸的豆
豆沙油饼，好，还有一杯豆蔻汁果实。先喝一口汤，哇，好鲜呐！但是它这个鲜的话，很明显是放了味精的那种味道。老鼠粉，它不是跟老鼠有关系的，它是长得像老鼠的尾巴一样，其实就是米做的，有点滑不溜手的感觉，筷子有点夹不住啊。吃点这个老鼠粉。非常的滑，很弹，很 Q， 然后因为米浆做的，然后有淡淡那种回酸味，然后这个的话加上那种鲜甜的一个味道，在嘴巴里面，我觉得它口感是很可爱的，很有意思，就 QQ 弹弹的在嘴巴里面到处乱蹦乱跳的感觉。猪肝，它这个猪肝天哪，切太厚了，这个切的跟我切的差不多了都，然后放了2颗鱼丸，来说到鱼丸的话，吃一颗鱼丸怎么样？鲜还是很鲜，但是我感觉还是可能味精稍微重了一点点，而且它淀粉比较重啊。下一个啊，来吃一下果实果汁。这个果实果汁的汤，它是属于那种酱油汤一样，看起来有点像肉骨茶的那种汤色，很重的酱油味，油脂味很重，咸咸的，然后可以吃得到那个药香味道。吃一个果条，很嫩。果条很软糯的，很嫩，而且它是像卷皮一样。你看，它整体的味道的话是咸的，可以吃到很浓的那个中药的味道。但是我觉得它煮的时候，可能这个果条放的比较早，还是放的比较晚，所以呢，这果条是果条的味道，就是那种米的味道，但是汤汁又是汤汁的味道，汤汁的味道是没有进入到这个果条里面的，所以说感觉差点火候。猪舌、鸡胗、猪心、3层肉哦，3层肉切的超级的细哦，这个3肥2瘦半颗大卤蛋，猪皮哦，这个猪皮还是蛮软的，软糯的，很趴耶，炖得烂烂的，超级软。猪耳朵是我喜欢的，也是软软的。哎，我吃到后面有淡淡那种苦味，可能是中药的味道吧，而且它放了酸菜的，所以吃进去之后手上还有一点点的微酸，蛮清爽的感觉。其实我点这个潮汕的果汁是因为刚刚旁边的话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有点，所以我看他们很多人在吃，肯定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没有太惊艳的感觉。芽菜鸡，首先我被它的这个分量惊讶到了。我们一走过去看了6块5，6块5的芽菜鸡，有饭，有鸡，还有1盘豆芽，还有1个汤。就这个还要什么自行车？至少它的分量上面，我觉得已经是很 OK 的。直接来吃鸡吧，不对，直接来吃鸡。吃鸡不说吧，直接吃鸡，在一点点的佐料上面看着飘着一层这种油花，下面酱油打底，上面飘着这种葱花，放了一点点来提鲜。我夹了一块稍微肥一点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鸡皮的油脂。它这个吃进去竟然是甜的耶！感觉放了糖一样，酱油的咸香，然后加上淡淡的甜味，还有那个油脂的香味。它的鸡肉也很不错，很嫩，然后皮很 Q 弹爽滑，然后肉又很嫩，上面是软的，鸡肉又是很紧实的，好吃的耶！这个可以的。再来一个这个芽菜。那芽菜的话就有讲究了，之前那个卖菜的大哥告诉我的啊，胖胖的像这种的话，有可能就是怡宝的，因为怡宝是全水泡的，所以它长出来就是肥、粗、壮、短，吃起来够脆啊。冰城的话是用井水泡的，所以稍微偏长一点点啊。但吃芽菜主要就是配合这个鸡肉来吃，然后吃它的脆感，鲜甜的。它应该是这个佐料都加了一点点的糖，所以吃起来有那个很明显的甜味。但是豆芽是非常清爽、很脆口、很爽口的。它这个分量我觉得不比上一次我们到怡宝去吃的那个山顶芽菜鸡的分量少，我觉得很可以，才6块5。米饭整个颜色的话是呈这种微黄的、细长的米饭。有那个鸡肉的香味，很香，而且它的油脂感
会有点重，但是我很喜欢这种油脂很重的，吃起来就像那个炒饭一样，越吃越香。但是唯一就是这个米感觉有点不太好，就比较粗糙的那种。这块还要下次。有淡淡的盐味来调味，然后既可以吃到那个鸡油的香味，还可以吃到那种米饭的那种弹牙的米香、饭香。可以，非常不错这个。我觉得这个芽菜鸡，还有果实果汁加上老鼠粉，这个芽菜鸡绝对是排第1名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饭后甜点啊，刚刚买了一个豆沙油饼，我觉得打个嗝。吃撑了给。可能是我放的比较久了，有点凉了，它就有点偏软。我不知道是不是炸出来之后是不是刚刚是脆的啊？但是应该是。这样吃起来有点像那种豆沙面包的感觉，油炸豆沙包的感觉。香还是蛮香的，油香加上白芝麻，然后中间的话有一点点的红豆，味道调的比较偏甜，是我比较喜欢的。这个油饼才1.2块，好便宜呀！再吃一个这个娘惹糕，刚刚那个叔叔卖这个娘惹糕，他也是切的很大块。这个娘惹糕的话，这个分量感觉像我昨天在莫定标吃的那个娘惹糕，直接增加了1倍。然后这个是1块马币一个，然后其他2个也是。这里就是糯米做的，哇，是糯米的香，咸咸的，然后 Q 弹紧实的，吃起来有点像吃粽子，加点椰汁儿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而且昨天我们去吃莫定标的时候，它上面这种，它有那个加央酱，哦对，大叔也给我配了，在这里。也给我配了加盐酱，把它打开蘸一点吃吧。它这个打包好简易啊，就是一张塑料纸，然后装了一点，把它拧巴这样子。在马来西亚很多地方，然后吃吐司、吃糕点、吃甜品，然后就会用到加盐酱，好像是马来西亚很特有的一种酱料。然后吃起来的话是甜甜的，它很香很浓郁，千层糕，哇，真的很多层呢。而且每一层是可以分开的哟，你看，每一层都可以分开。这里，这个也加一点加盐酱，把它抹得匀匀的，来一口，是米糕的感觉，从上咬到下，直接就是一个软。就是里面的这个各个颜色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大区别的味道，它都是一个就是米浆米粉的味道。这个感觉下面是红糖，上面有点像黄金糕，这个分量真的好大呀！上面是黄色的米糕类的，下面有点像那种红糖糕，红糖糕的口感要软一些，然后到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根茎之类的吗？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椰丝吧。然后上面的话就会紧实一些。就黄的这个要紧实一点，下面要稍微稀一点，稀软一点。这个没有特别的甜，有点像红糖面包、红糖发糕的感觉。嗨，世界那么大，事儿带你游天下。那现在呢，我们是在马来西亚的偏南啊大山脚，这里呢是玄天庙，也叫博公城。为什么一个地方有2个名字呢？其实啊，要说到最开始，这里啊是叫大伯公庙的福德正神庙啊。但是呢，因为后来迎接玄天大帝，所以改名叫玄天庙了。这个寺庙要说到最早的话，应该是1879年。那在玄天庙呢，主供就是玄天大帝，还有大伯公，还有一个唐公爷。龙树上面竟然写的是光绪丙戌年6月15号吉诞，所以其实这个龙树的话，应该是以前的老物件了，但现在的话有把它重新的稍微翻新过一点。那在入门的左右呢，就是龙吟虎啸。
在烧香的地方，这里就写着546，可能很多马来西亚朋友知道，但是可能很多中国的朋友的话就不太清楚。等一下告诉你们。然后看这里也有2、3。光绪12年，得遍天南。门神其实就是我们非常了解的尉迟恭和秦叔宝。就为什么门神是秦叔宝和尉迟恭？咱们都知道，以前唐王李世民是怎么上位的？他是篡权上位的，篡权心里边不安呐，还是可能有点睡不着觉。那个时候，尉迟恭和秦琼呢就说：“没事儿，皇上您睡您的，我们俩就在门口的话给您守着。”好，然后结果这个唐王真的是睡得特别好，啊，然后自此之后呢，这个李世民就想。我不能天天让我的2个猛员、2个大将天天给我守门嘛，对不对？也要体恤民情嘛。那所以呢，他就在宫廷请了非常出名的画师，就把秦琼啊、秦叔宝的画像和尉迟恭的画像就画在这个门上。就这样子啊，李世民睡觉也睡得着了。自此之后呢，就从宫廷就传到了民间，大家就相信睡不着觉镇家宅，然后镇安宁啊。秦叔宝和秦琼2位门神就由此演变而来了。那又怎么来区分秦叔宝和尉迟恭呢？首先，尉迟恭长得很黑；第二呢，秦琼用的是简，所以很好认啦。看完门神呢，我们现在就看到旁边啊，玻璃罩起了几块老碑。那就要说到，其实我们都知道，华人寺庙在最初的时候下南洋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它其实作为一个华人的聚集地。而当时呢，在大三角的博公城这里呢，还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成立了大三角义学堂。那义学堂呢，是在1879年的时候成立的，在1918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演变成像我们看到大三角那个日新学校。当时啊，就主要是传播华人的文化，让这种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在这个时候，你看这里就有一个碑刻记载了当时的这个事情。主供玄天大帝，左供福德真神，也叫大宝宫。大伯公是老一辈华人下南洋的时候带的第一个开布神，所以他的地位啊举足轻重。他既要管土地，又要管功德，又要管财富，还要管家宅，还要管子嗣。就你能想到这个家里边所有你想有的这个需求的话，大伯公都能替你实现。所以大伯公在东南亚的话，得享配位，享有太庙，他很忙。庙虽不大啊，主供3神，但是胜在灵验，也是成一方华人的所有应求。那这边的话，刚刚我们有讲到啊，1、2、3、4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非常简单，在中国上香，我们都知道，反正就一把，上3根还是上2根还是上1根，其实有很多讲究的。那在马来西亚的话，它这里就写得很清楚，先上什么，再上什么，最后上哪一个方位，然后要怎么上。然后上几根，全部写得清清楚楚。在博公城的旁边，然后刚刚我们看到老碑，这是一个新修的碑，这是翻新的大三角义学堂啊，当时记得这个事情，成立的这个事情。就我看一下这个简单的内容，我感觉像以前的那种董事会章程一样，就是开公司不是要有一个董事会章程吗？这个感觉就像以前是不是那个年代的？你看哈，唐给什么金使费银多少多少钱，200元，若有余则归还董事，如不敷得，向董事会添取。你看嘛。这个是不是有董事会这些嘛？一亿怎么样，一亿怎么样？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议题。1亿遇贫困，在大伯公原身故，
若无亲临收敛者，向董事会领给棺材壶，复免其尸骸暴露。哦，就是如果说是那种特别穷苦的人，在大伯公这里，这个寺庙如果死掉了、去世了，然后他们会安葬后事，就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就是义学堂。然后要教书先生2位，其每位全年束修向董事会领取，就是他们的工钱，请了2位老师。唉，确实感觉又有感受到那种善心，又可以感受到对于教育和传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一个大家重视教育的这个观念。所以有句话，这个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穷什么不可以穷什么？再穷不能穷教育。对，再穷不能穷教育。还有什么？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不能苦孩子。是。再富不能富3代。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再富不能富老婆，因为老婆富了他就跑了。这些名言都不知道。所以你不让我富吗？啊？所以你是故意不让我付吗？我说这是名言。哦，名言你没听过吗？我只知道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这个教育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先说教育，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根本，对，是不是大事？是。然后再说孩子，孩子是什么？国家未来的希望。对。也是一个家的一个天，对不对？对，也不完全是天，就是一个家里面最重要的栋梁。对吧？说完了家那个孩子，再说什么？再说国，再说老婆，老婆是什么？老婆是男人后面有半边天，对不对？啊。我们说了全天就是孩子，是不是该说后面这半边天？啊。这边天就是不能让老婆富，懂不懂？就是老婆她不能管钱管得太过分，不然她就要文体。放屁！你说到这个，我觉得鬼扯。老婆就要管钱，你听老婆话会发达的。你要学啊！你学。还给我这神戳戳的鬼扯了，都还在这听咯。走，下一个。玄天庙博公城的这个2边啊，就全是小石档，全是石阁。这个叫什么呢？就我觉得这个神，东南亚的神就没有那种高高在位的姿态，就还是很亲民、很平民。他就在这里默默地保佑这一方的土地、一方的居民啊，又可以看到大家的话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安居乐业、开开心心生活的样子。我觉得就是蛮好的。你看，像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国内有些时候去上香，就要爬山，走好远的路啊，要走到山顶。能不能不要把这个庙修那么高？人家神想看个人都看不到。我们修下面一点，我们经常去跟他坐坐、聊聊天、喝喝茶哈。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大三角这里订阅关注一下哟。苍龙南洋咖啡馆。好，然后那个服务员拿上来了，直接餐单拿着，看喜欢吃什么就点。绿茶、摩卡、巧克力薄荷。自己写吗？自己写。你比如说要多少号，你就写在这里多少号就可以了。好，点了2个，一个是苍龙的招牌咖啡，然后点的是热的，还有他们家的咖啡王。然后这个呢，2个都是招牌啊，我来尝一尝。这个是冰的，这个是热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这个泡沫的话就迅速在缩减。其实咖啡的整个的泡沫质感是属于非常重的，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属于那种质感泡沫打得非常多的。刚刚是满杯的泡沫，油脂很重的感觉。好，我先喝一喝热的，他们家的招牌。甜，然后咖啡的香味，苦香的，有点像那个胡咬诗的感觉，其实感觉还可以。然后因为它的泡沫打得非常浓，所以说那种口感是非常绵密的。然后再加上
后面的咖啡味是非常厚重的，加一点点茴香那种干香，咖啡的香，苦香苦香的。但是我觉得它的糖含量还是有点高，有点偏甜的。再来尝一下这个冰的，这个是他们的咖啡王。这个泡沫的话，它缩减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可以看到它好像有拉花，有白色的奶泡在上面。冰的感觉比较淡，也感觉像喝巧克力一样的感觉。然后咖啡的香的话，我觉得不够厚，不够纯，后劲儿不够大。但是冰的明显就没有热的那么甜。还可以吧，也没有说特别那个啥，还是现目前看来我们喝的所有咖啡当中，马来西亚的所有咖啡当中，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胡改塞、胡药师、北风的那一家店，好喝不？就是名气很大。好喝吗？我也觉得有点淡。现在呢，我们去找一个在大山脚很出名的小巷，叫豆腐巷。豆腐巷跟卖豆腐是没有关系的。豆腐巷啊，斑驳的墙壁。话说以前啊，华人小孩，然后在这一条巷子就可以玩爬墙啦，然后左一下右一下啊，演示一下，练那个壁虎功啊。来演示一下。嚯！怎么脚呀？你把两只脚踏上去啊！把伞拿给我。不得行，不得行。得行，你弄下面点点，你看嘛，别个踩了的。好好好，预备，好，开始。你岔开一点噻。预备，开始。光晓得打我一天有什么用啊？你不要用手，那个脚不要踢。好，把那个脚踩到墙边。这个脚不要跳，不要跳，那个跳撑不起，那个脚踩到墙面，插卡，再插，哎，好，那个脚踩上去，踩不上去，踩上去噻，踩不上去踢在我前面你踢它都不得行，我让你来嘛。我不来。其实这个豆腐巷它就是特别窄的一个巷道，左右两边就是居民楼。为什么要像豆腐巷呢？是因为它长得像豆腐切块一样，这种人是吧？切出来的呀。对，你看上面还有鸽子要我屎哦。哎，这些就是人踩出来的。我也练功练。哎，吓死我了！练壁虎功。OK， 看完豆腐巷，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艺术街区。好，走一下老骑楼，走在骑楼下面，感觉好舒服啊！这儿还卖重庆小面的。关键是重庆小面，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旁边有炸弹，重庆都没有见过那个重庆小面有炸弹。其实大山脚这边的话，骑楼还是蛮有味道的，然后这边的骑楼还是保留的比较的古老和完善。它跟我们在槟城看到骑楼不一样。其实很多槟城骑楼它也是属于那种老的，很有味道。但是呢，很明显看它是有翻新过的。但是在大山脚这边的骑楼的话，更多的是保留了以前的一些斑驳的痕迹、历史的痕迹，就重修的这样的一个痕迹，或者说从粉刷的痕迹没有那么重。看还有钟表行。你看墙上的这个广告啊，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设计。哦，这修鞋的，这是表，钟表行。我一直觉得，就是戴表的都是代表富贵的人，一般只有富贵的人才会戴表。你像我们的话，我们就拿手机看。基本上就不会戴表，而且戴表很绅士，你觉得吗？哎，这个是走到他们的一个路口了，是不是？好，走对面 ，Mertajang Art Walk， 找到了，艺术街区，来这边走 ，Mertajang。
大山脚的艺术街区啊，在门口的话就可以看到这种铁皮做的几个小人儿，在这个石墩上面跳来跳去。可能以前小孩就是这么玩的，但是听说啊，这个石墩是以前英殖民时期就留下来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走一走吧。这个街区的话，其实不长，一眼能望到头，大概也就100米左右的样子。主要是连接日新中学的一个通道。这有一个恐龙化石，这是一个什么龙？好特别，它的骨头脚骨的话特别长。看这边也是一个龙。马来西亚最盛大的大视野回銮仪式，就是在这个盂兰广场博古城这个附近，每年的7月初7就是鬼节的那个时间，然后这边就特别热闹。盂兰节，艺术街区，艺术街区反正也没有人，我们就随便逛一逛。哎，这里艺术街区，它因为是和艺术靠近的，艺术是少部分人才懂得的东西，才叫艺术，懂不懂？那估计我没有艺术细胞。所以说我们在这条街上是很少看到人的。对于世俗的人来说，美食才是最重要的。你看这个多暴殄天物，这么好的一块木头，拿来就这么废弃掉了，真的呀。好了嘞，又到了一个景点。啊，立马又到了一个景点啊，日新中学。这个江夏堂是做什么的吗？啊？江夏堂是做什么的？江夏堂？啊，不知道哎。哎呀，好臭哦这里。江夏堂是不是可以参观吗？我也不知道哦，我们可以进日新独立中学，应该。先走江夏堂去兜一圈吧。要啊。就这么近。嗯。江夏堂、夏口家风、生汉帮、江南世泽，怎么说是这感觉是人家家庙哎，是不是家庙？什么堂？什么昌堂？江夏堂啊。这个上面是写的这个字读什么嘞？什么昌堂？哎，可以。这个叫和皇宫、顺皇宫、文皇宫、空皇宫、贵皇宫、镇龙皇宫，夏商周石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延绵到现在，太吓人了。这是一个大家族，应该是人家的一个家庙，姓黄，然后祖宗呢是江夏太守始祖黄萧山公。这个家族出了2个滨州的华人大会堂主席，然后旁边呢就是日新中学，日新中学也是大山脚的一个打卡点，它很神奇，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钟楼。这是什么包裹吗？去学校里面打卡呀。啊。闲人免进的吧？不准进吗？啊。哦 ，Take a picture. Is there? It's okay. Is there? 啊，它可以在这里来。日新中学啊，就以前这个钟楼。刚刚我们在博公城的时候有看到博公义学堂，然后那个时候是1879年建立的嘛，然后在1919年的时候，然后就形成了日新中学，然后现在这个学校呢也是大山脚的一个标志。好，看完钟楼，我们就接着去逛大山脚。哇，好厚哦！这个蔓煎糕很好吃吗？这个蛮好吃的。很出名吗？非常出名。哦，还有米其林，还上了米其林的吗？买一个吗？这不够吃啦。没有，我们今天一天都在吃，有点吃不动了。我们已经吃了6顿了。吃了6顿啊！等一下还得去吃那个芋头饭，看到没有？人家街头美食都是米其林。我们一路走一路找吃的。哇，一次要放那么多吗？
为什么叫慢煎糕，叔叔？不知道，以前的人都是这样叫的。大家都这样叫吗？煎的慢，是不是煎的慢，所以叫慢煎糕？应该是这样吧。你们做慢煎糕做了很多年了吗今年我父亲做下来，今年63年了。 ？63年了，哦，就你继承了父亲的摊子哈，蛮好的，生意好好哦。淋好多花生碎，它感觉中间特别厚实，然后旁边又特别薄。哇，铲，不要粘锅。我用木铲子把它放在那边，然后再来分，再来切，横切一块啊，对切。好，谢谢。哇，它也是中午才开到下午。哇，你们中午开到下午，下午好热哟。为啥不早上开呢？哦，烫的，新鲜，刚出炉的，能看得出来。哦，好香啊！这个确实闻这个很重的这种花生的香味，然后看这个蜂窝的这个空隙，闻着都很香。 跟昨天吃的那个慢煎糕不一样。它口感外面是脆脆的、焦焦的，然后咬到中间是超级的软，然后特别的松软，然后再加上中间有那个花生碎，所以吃起来有花生的香味，然后加上这种蛋香，它是属于蛋卷的那种香味，蛮好吃的。这个口感因为比较厚。 走了哈，谢谢，很好吃。号称槟城最好吃的芋头饭就在大三角。今天既然到了大三角，截至目前我已经吃了6样东西了。对，我们也没有吃过芋头饭。好多人呐！ 我就想吃一下他们的那个芋头饭。好，来。我在这里点吗？啊，对，我想要一个你们的那个芋头饭。可以。然后你的汤要做几个人吃的？还要做汤料的呀？啊，对。哦，我们就做一个人吃的就行了，然后你们有吃尝一尝。内脏吗？有。猪杂就那些肉眼内脏全部有到啊。都可以啊，这个是多少钱嘛？然后卤味要吗？啊，这个不要。可以。芋头饭哪一个啊？芋头饭一个。这就要小份的就可以了。啊，OK。哎，不要去找位置坐。这个是多少钱呢？一共3块半。13块半呢。一会儿付。啊，对，等下我先收钱的。你们这一家店是就是大三角很出名的那个芋头饭吗？没有。点了一个芋头饭，然后它里面还要配粗杂这些，啊，好神奇啊！也第一次吃芋头饭，到底什么叫芋饭呢？是芋头拿来蒸的饭吗？我等一下要去问一下，要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们点饮料，然后点了一个豆蔻，竟然他要问我有白豆蔻还是红豆蔻，哦，又学到了，白豆蔻偏酸，红豆蔻偏甜。然后我们点了一个白豆蔻，没有喝过，等一下尝一尝。好的，现在给吗？哦，就分开它。我想问一下，这个芋饭的话，它是芋头做的饭吗？啊，对，然后有放虾米那些。哦，有放虾米那些哈。芋饭是招牌是不是？啊，我问啊，是不是少了？少没有？少没有？没有哈。好，谢谢。其实和红的那个没什么区别啊，你尝一下。我尝一下呀。也不酸呐。酸的，它是带有那个话梅的那种感觉。啊，你喝不来，你喝不来，行了，你喝不来。我们随便找的一家店，又是米其林，
米其林2024，米其林2025。这家店的话，一看这么多人，这么多食客，应该还是不会踩坑，应该不会是太差。我觉得虽然说有点差，怎么说呢？不，我觉得虽然说刚刚本地人推荐我们去另外一家，可能那一家很好吃，但是这一家名头应该也很大，也不错。你看我们今天在大三角运气好好哦，路过就是米其林，路过就是米其林，随便找的就是米其林。好，我们的御饭来了哟，这个就是御饭，它感觉看起来的话，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酱油饭，然后加了一点点的芋头的样子。闻起来，但是有那种海鲜炒饭的感觉，那个味道，然后还配了一个猪杂，就什么都有，很多内脏也有，他自己拼的。然后像这样一份的话是13块半。好，我们来尝一尝。首先的话是喝汤还是吃饭呢？御饭肯定要先吃这个饭，这个是这样子的吧？一点点芋头加上一点点饭。它这个米饭是明显是炒过的，很有锅气的一种米饭，吃起来很香。它有那种海鲜酱油的味道，然后又有很浓的油脂的味道。光吃这个饭都很香。白的这个是芋头，芋头单吃的话有一点点的干。到后面的时候可以吃到那个芋头的香味，其实它不会说是特别的那种软糯的芋头，它是比较纯粹的，本身芋头的那种口感比较沙，比较绵，芋头比较干，蛮好吃。我觉得这个饭的话可以，就单吃这个饭都已经很好吃了，特别香，酱油香，而且一下子感觉回到小的时候很开胃。吃这个饭呀，就是小朋友啊这些都应该很喜欢吃，超级有味道。再来看一下这个猪杂汤，猪杂汤有猪肚、腰片儿，天哪，这个腰片儿感觉是半个腰子都甩下去了，它改刀改的跟没改一样，太厚了。看一下这个腰片儿有多厚。然后还有猪血。猪血，这个猪血的话，我用筷子夹着还比较 Q 弹那种，还有3层肉、粉肠，还有这个猪的瘦肉、猪心、酸菜打底，还有猪肝，它猪肝也是超级厚的，还有肉丸。先喝一口汤，哇，好酸呐，好爽口哦！第一口吃到那种泡菜的酸味。然后我本来以为它是属于那种比较鲜的，然后但是完全不是。首先是泡菜的酸味，一下子就开胃了。再吃到是属于那种鲜和咸，这个可以，酸味打底很特别耶，这个好吃的。我来尝一下它这个超级厚的腰片儿。虽然它切的很厚，但是人家还是很嫩的。腰片煮的好不好，其实最主要不是看它厚薄，而是看它有没有膻味儿。这个膻味儿是没有，但是它因为切太厚了，应该是煮的时间不够，所以中间还带血，有点太嫩了。然后我再看一下它的猪肝，一般考验猪杂的话，猪肝也是很考验人的。考验啥人？很考验这个厨师的。如果煮久了，猪肝就会很老。嫩的，这个是过关的。这个汤真的好爽哦，酸菜打底，太清爽了。猪肚来咬一咬，趴不趴？趴的，比较弹牙，有嚼劲。然后下面是趴趴的、软软的，到中间这个纤维层的话，又是非常紧实的、很 Q 弹的。这个是在那个碗头来刷盘子后，那口一头因为肉切。这个是什么丸子？哇，好紧实，肉香味，没有放特别多的淀粉，就是那种手打肉丸。这个颜色要稍微偏深一点。这个吃到那个脆骨，嘎嘣嘎嘣的，它也是非常紧实的肉丸，但是它加了那个胡椒粉，所以吃起来口感会有一些惊艳和不一样，就感觉到那个嚼劲嘎噔嘎噔的。像马来西亚我们吃到很多猪血的话，其实他们做的比较紧实，像国内就稍微处理的比较嫩滑一些。这个我夹起来感觉啊还是比较嫩的。
口感的话，介于国内和马来西亚的那个紧实。瘦肉，我咬不动哎。瘦肉就比较老了。吃一口御饭，再喝一口汤。首先是吃到这个御饭的香咸，然后油脂，还有芋头的这种绵绵的感觉，然后喝一口汤，立马那种酸感，然后再加上刚刚的一个咸，它就很综合了，味道就很丰富了，然后一下子就提升了整个的这种口感和丰富的层次感。那我们刚刚也有讲到 Bukit 是山 ，Mertaja 是山间。按照马来语的这种解释的话，这里是不是更应该叫大山峰或大山间？那为什么要叫大三角呢 ？OK， 故事开始了。好，我们现在去找一个古迹，走吧。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现在呢，来到了大山脚的以前的老火车站的位置。那老火车站呢，现在呢肯定不复存在了。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人行天桥，是维多利亚式的。但是呢，如果要看这个维多利亚式的天桥的话，请移步太平。要说这个天桥为什么会到太平，确实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在太平就看到是从这边移过去的。Bukit Mertaja 为什么要叫大三角呢？其实要说到以前啊，有一个山叫木扣山，它是冰岛的这个行政中心。只要来到这里的华人呐、或者说外来的劳工，都必须要到这个木扣山这里去报到、去登记。那如果说你会写字，就可以留在冰岛上面找工作；那如果说不会写字，就会判定为是文盲，只能干一些粗重的一些活路，而且不能留在冰岛上面。虽然说不会写字，但是文盲嘛，但是也可以做一些粗重的活路，对不对？总要给人家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嘛。所以当时的政府呢，就把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大山脚，然后规划出来，然后让那些人外来的劳工没有上到冰岛的，就可以在这里生活。官员都把人家定义成文盲了，也不想多说什么，就告诉他，哎，对面出门有看到一座山，山脚下面你就可以种地啊，种菜。在那边的话，你就找个地方安身立命也可以啊。那随着人越来越多了，那大家都说大山脚下，大山脚下，大山脚下，叫的人越来越多了，这里就叫做大三角了。曾经的盲流之地啊是没有文化的，但是现在不是喽。现在这里既出了部长，又出了什么财政官员，然后这里的话就不能叫人家盲流之地了。大三角的话也是滨州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喽。我们现在要走650米去汽车站，我们要去北海。大三角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旅游以来最集中、最适合 city walk 的一个城市。对，因为它太小了，只用半天，真的只用半天就可以把大三角走完。你看我们的巴沙就在这里，然后我们在地图上它会定一些点嘛，比如说我们从巴沙出来，我们要到博公城，对对对，然后发现那个大巴扎对面就是博公城。然后又要去找另外的景点，结果发现打开地图，哦，就在对面，斜对面。是的，是的。然后走不了1分钟、2分钟，它就又到了。其实大三角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比较原生态。对，还是比较原生态，然后又小又很集中，然后又不累，逛起来真的也不累，然后离槟城又很近，坐个车免费的巴士就过来了，又快。真的蛮好的，早上还是人声鼎沸的鱼巴沙，现在的话就一点人都没有了。所以巴沙就是这样，逛巴沙一定要早，啊，但是也不乏有那种12点钟才开的巴沙哈，神之迷离神之的马来西亚巴沙。
OK， 大三角的话就逛到这里了。我们接下来的话准备要坐车去往北海。世界大 Sherry 带牛天下，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的大三角 Bukit Mertajah， 记得先订阅关注一下哟，拜拜。